今年的蟠桃终于不会变成黄金桃了吧？蟠桃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显摆的。谁吃多少拿多少，不够再添。小仙童，你能吃完这些吗？如果吃不完，可以先放回干净盘里，等想吃再拿。宋宝珠下凡历练圆满完成，你已经懂得财从劳动来，福从真心来。昨夜守汤，都听见了什么？火从急到稳，汤从浑到清，我的心也从极到静。那孩子呢？我听见他一直在说别催我。沈家老汤少的那一味，不是香料，也不是秘方，而是分寸。分寸。火大了未服，火小了未散，人急了手乱，心凉了汤再热也端不稳。你父亲最厉害的不是知道放什么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再放。所以一味真心，不是让汤变贵，是让汤有分寸。你现在重新调，不看食谱，只凭昨夜学到的分寸。慢慢来，福气不催。还不是你父亲最好的时候，但有沈家的路了。这碗汤不像金子，它是慢慢亮的。明天我们也上老街秘制老汤。他偷福气，他明明只听了一耳朵。别急，明月，你是不是把老汤卖给梁老板了？没有，我的汤还在试做阶段，大家尝过就知道。沈老板，别太在意谁先挂招牌。招牌可以抢，味道抢不了。他偷看人家熬汤，还先挂招牌，太不要脸了！宝珠，嘴上骂赢了没用，碗里的汤才算数。为什么不现在就证明？急着证明和急着催汤一样，火候不到，说什么都是空的。好吧，那我帮你看着他，不让他再偷看。你先把桌子擦了。怎么喝完嘴干干的？清淡，但喝完嘴里回甘，舒服。沈明月，你是故意挑我上市同一天开的？我挑的不是你的日子，是我准备好的日子。沈家老汤是沈怀山的手艺，旁人可以学，但不该冒名。他的汤功德珠一点不亮，因为味道不用功德珠证明，舌头就够了。老板，我最近手头紧，能不能用挂面墙的面票？他
他身上没有福气漏洞，他不是真的困难。我知道，但我们不当面揭穿人，用规矩说话。挂面墙的面票是给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的，您如果需要，可以正常点单，价格也不贵。你不是说遇到难处就可以吃吗？你看看牌子怎么写的？牌子上也写了，爱心面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。他明明在骗面，我去拦他。有些人是贪小便宜，但我们不用替每个人生气。守住规矩，保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好。那要是还有人来骗呢？所以，规矩要更清楚。你帮我想想，怎么写一句话，让人知道爱心面不是白拿的。每碗面都有去向，谢谢理解。再加一句，如果你今天需要帮助，我们给你一碗面；如果你明天有余力，帮下一个人。好，这就像福气传力棒。叫接力就行。明月姐姐，我们一定能选上。评选看的是综合实力，不是谁声音大。准备好每一样材料，比喊口号管用。那我来检查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对，卫生许可、税务记录、原料进货单，你帮我按顺序放好。明月姐姐，这个也要交吗？这是我们面馆的特色，当然要。不过记住，评选看的是真实记录，不是包装故事。他也来了。意料之中，他有规模有包装，不好对付。沈老板也来报名了。小店也有小店的优势嘛。梁老板客气了，评选公平，大家各凭实力。去查一查明月面馆的经营资格，越细越好。明月姐姐，我们得把每一样都准备得干干净净，不能让他找到一个漏洞。本来就该这样，不是因为怕查，是因为做生意就应该经得起查。明月姐姐真的突击来了。您好，请出示一下评选组的证明。我们是评选组的，今天做日常收检。请。食材分区摆放，标签日期清楚，记录挺全的。这些标签我也贴了一部分。这是帮工时间表，这是自查表。每一碗面从谁挂出，给谁使用，都要说清楚。每一张面票我都编了号的。不错，但资金和实物流同项必须透明。原始记录和公开版本一一对应。不错，但透明是长期习惯。我会每天更新。另外，建议保护受助者隐私，不要公开太多个人信息。好，我会只公开编号和去向，不公开名字和困难细节。建议做一份更完整的公开账本，让街坊也能看得清楚。好，我今晚就整理一版公开账本，谢谢您的建议。是不是没通过？检查是看店铺经得起持续查看，人家提的建议是对的。那我们就让他随时都能看。善意一旦和钱沾边，就没那么容易说清了。这样每一碗面都不会迷路。对，谁挂的
谁用的，什么时候用的，都要清清楚楚。原来那晚给了学生娃，值了。明月，这账做的比我家水电费还清楚。该做的，大家不用说太多私事，证明这碗面送到了就够了。保护体面，就是守住别人的面子。通过了，通过了！初审而已，后面还有的是考验。账本清楚，不代表起家干净。听说这店靠金子起家，真的假的？明月姐姐靠的是面，不是金子。这是票据和账本，面馆是靠每一本账做起来的。那给我来碗面试试。哼，账本可以作假吗？账本挂在墙上，每一笔都有对应，您不信可以慢慢看。解释该解释的，剩下交给时间。沈老板的房租没欠过，说话实在，我作证。我每天从这儿过，它真的是一碗碗做出来的。如果我不在，明月姐姐就不会被人说了吧？又想自己跑，我回天庭就没人拿金子的事儿说你了。回天庭就不担心面馆了？当然担心。那为什么不留下一起解决？我留下，他们会一直说你靠我。错了不可怕，逃避才可怕。我没有逃，我只是回去看看。你不能因为怕人误会，就把明月一个人留在误会里。我留下，谁在说金子，我拿账本给他看。哼，不能拍别人脸上。递给他看。夸我小福星的时候它不亮，擦桌子反而亮了。被人夸不算功德。我想建个暖面计划，每天固定提供爱心面。那这个小碗就是标志。那如果我判断错了呢？判断错了就修规则，不是逃走。哼哼，这个方向功德珠应该会亮。西头那家的老太太摔了一跤，不方便出门。谢谢阿姨。明月姐姐，有人想把福气拿去排甲队。先别声张，我们核实。这几张不对，有2个电话都是同一个人。我去找他们说清楚。名单是规则漏洞，先暂停发放，逐一核实。可是真正需要的人会等不及的。正因为他们等不及，更不能把名额浪费在假的上面。我就想试试，没想到你们真的查。这不是不给面子，是要把面留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差点把真的挡在外面。所以公平是要核实的。
以后每张都有号码，谁领的我都记下来。每张都要送到对的人手里。又漏钱了。做一天好事容易，难的是坚持。我可以变一点点钱。要不咱们研发一款外带的招牌面？我负责试吃。做福碗牛肉面，每卖10碗捐1碗，让需要的人吃上，福气自己养自己。先尝这个，肉太硬，咬得腮帮子疼。再试第3碗。这个牛肉软，汤也有回甘。这碗面卖多少钱？成本利润合理，让大家吃得起。每卖10碗，就捐1碗。第1碗爱心面出来了。别光顾着画，桌子还没擦。擦完继续画。真每10碗捐1碗？账本有记录，随时可看。那我再来1碗，帮你凑进度。哼，他1碗面还搞公益，那我就搞低价，看谁先扛不住。哼！他又超，还比我们便宜1半。别急，便宜不代表好。可是客人都喜欢便宜啊。第1次可能，但第2次、第3次，舌头会说实话。真的走了好几个人。别慌，做好我们的面。那边便宜是便宜，肉薄如纸，没味道。您尝尝我们的福碗。别得意，我们不打价格战，只讲品质。可是它那么便宜，不怕客人被骗？便宜不代表良心，吃亏的是客人。低价骗1次，好吃留一辈子。这话谁教的？我自己想的。等博主来了，你们就说量大实惠。老板，博主到了。怎么像排练过的？欢迎光临，桌子是我擦的。小掌柜，来碗招牌面。福碗牛肉面，每10碗捐1碗暖碗。这汤和隔壁不是一个路子，清而不淡。谢谢，正常做面而已。这个账本是公开的？是，没请人说好话，吃到什么是什么。真正的烟火气不是演出来的。谁让
让你们站得那么明显？老板，博主更喜欢对面。哼，看视频再说。老板，有人说咱们店顾客像提前安排的。安排怎么了？我只是想让店里热闹点儿。最好承认安排不妥，公开说明不再这样。道歉！我开了10几年店，什么时候道过歉？去解释，就说是老顾客自发点评。老板，解释恐怕压不住。压不住也比低头强。明月姐姐，她假装热闹被看见了，这叫假福气露馅儿。看见就好，别在网上回嘴。她都欺负到门口了，为什么不趁机说清楚？我们用面证明了自己，不需要靠踩别人赢。明月说的对，做好自己的面就行。那她要是继续作假呢？必要时走正规渠道，但我们不能变成和他一样的人。宝珠，我们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心。我们要赢，也要赢得干净。明月面馆虽是对手，但沈老板从不让员工背锅。你们是我的员工，别老替别人说话。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我只是看看，又不是偷。他能靠老汤翻身，我为什么不能研究？给您贴好了，慢走哦。老板只是要复印件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宝珠，你动过这个文件袋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复印件少了一份。谁偷了明月姐姐的福气？先别急，看监控。我去把它找出来。不可，不能靠法术追踪，也不能绕过凡间规则。他明明做错了，为什么不能马上抓回来？即使错了，也要用正当方式留证据。不怕他拿走复印件，怕的是自己先乱了规矩。那怎么办？保存监控，联系社区备案。这样太慢了。慢不代表没用，账本和监控都是保护我们的凡间法器。有了，这就是沈家的秘方。不可能，他一定还藏了别的。老板，沈明月可能发现了。没原件在我手里，他能说什么？空白，你到底把关键藏哪儿了？老板，确实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本来就没有写？不可能，秘密就在最后，他不可能不记。他拿了也看不懂，活该。别把别人的错误当自己幸灾乐祸的理由。我就说一句。今天手头紧，但我不想白吃。帮忙搬几趟空碗，算志愿服务兑换面行吗？行，这个我能干。汤要热，人心也要热。这是沈爸爸写的。以后每次熬汤，先看到这句话。看不
见就算了，赛场上评委看得见规模。如果拿到资格，暖面计划就能走向社区。哇！沈老板，城市赛可没那么容易。那就按比赛规则来。第一轮盲选，只看味道，不能带标示，只能提交编号样品。为什么不用最贵的牛肉面？盲选只看味道，越想炫耀，越容易失去本心。不能变筋，不能偷偷加氟。这次真的只能靠面了。怎么比天神圣桃还严格？味道站得住，没故事也能被尝出来。这碗汤慢热。越喝越舒服。这碗汤底有记忆点，口感温和。若要进入更大市场，需要专业的呈现。好吃还不够吗？比赛也看能不能让人理解你为什么好。善意也要说清楚，才不会被当成作秀。你缺的不是味道，是资本和包装。这碗面能做成城市名片，只要你舍得改。你的问题是太朴素。您的意思是？公益只保留宣传符号，不必承担真实成本。商业先赚钱，公益以后再说。暖面计划是面馆的一部分，可以把宝珠设计成吉祥度，让顾客觉得有好运。福气不是卖惨的招牌，也不是拿我当招牌。可以合作，但不能把真实帮助变空壳。面馆可以变大，但不能变空。沈老板，你太固执了。这不是固执，是底线。哼，你不接，自然有人会接。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发财机会？也许是，但我不后悔。把热面变冷故事，那就不是福气。小福星和传闻倒是比面有卖点。哼，不能乱，不能催，不能偷偷加氟。复赛不是街坊帮忙，现场会暴露短板的。那就各凭手艺。怎么回事？快修！哼，他活该。老周，把备用锅借给他们。他一直欺负你，还偷食谱。比赛可以输，人不能坏。你别浪费时间，接着做。老板，明月面馆赢的是人心。沈清月进入下一轮，梁珊珊保留资格。谢谢。
明明借锅帮了他，为什么分数还不是最高？比赛不会因为我帮人就额外加分。凡间比赛不失福气。宋宝珠，停手！我只是怕他输。怕输，也不能作弊。宝珠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差点让奖杯变金。输赢不是靠作弊改的。可我不想看你输。真正的支持是陪我把该做的做好。宋宝珠。我不碰奖杯了，我帮你端面。梁老板，社会价值方面有更具体的计划吗？我们一直在为顾客提供稳定的消费体验。我没有华丽的包装，只从3件事说起：账本公开，挂面墙去向，暖面靠经营反哺，每卖出10碗捐1碗，保护受助者隐私。你不是单纯做公益，是把公益纳入经营。如果善意不能持续，就会变成一阵热闹。我想做的是一碗能长期端出去的热面。如果未来开更多店，如何保证不走样？先从一个公益厨房试点做起，慢慢来。明月面馆进入最终决赛。不碰奖杯，只鼓掌。刚才借锅的事儿，谢谢。比赛还没结束，各凭本事。冠军面不应该最贵、最大、最闪吗？不是给评委看的，是给普通人吃得起的。这代表商业标准化的力量，可复制到更多城市。城市很大，有人走得快，也有人暂时走不动。我想做的是让走不动的人先吃口热的。这碗面的经营模型很清楚，不靠情绪和噱头。你把经营和善意做了结合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名片。沈明月获得城市小吃赛冠军。这次是你自己赢的，干干净净赢的。老板，我们走不走？我这些年好像忘了面是给人吃的。快满了，我的历练是不是快完成了？功德已过大半，但你还差最后一课。我还差什么？你学会了送福，却还没学会守福。不能浪费，吃多少点多少。明月姐姐，我们开100家，100倍福气。每天有多少细节要守住？汤底、账本、暖面名单，这么多。福气不是开多少店，是不能把热面端冷了。
工艺厨房可以作为品牌展示，不必承担太多支出。你又想把热面变成墙上的画？可以探索分店，但不能把工艺变成空壳。沈老板，你不懂流量有多值钱。以后面馆变大，诱惑也会变大，要看面有没有送到真的送到的人手里。福气不能只看数量。开店容易，守住一碗面才难。这里也可以挂小符文，这里也可以亮功德珠。为什么要保护隐私？为什么不能无限免费？只要把墙贴好，故事讲好，顾客就会买账。如果只复制招牌，不理解规则，这家店不能开。是，每一碗面背后都要有人负责。福气不能复制粘贴，要一碗一碗送对。哇，糖葫芦伯伯！当初买糖葫芦钱我一直记着，想还给你们。你那时候也不多，还给我。孩子想吃糖葫芦，不是什么大事。我500岁了，不是孩子。大爷，您当初给的是善意，不是债。暖面需要监督员，您最懂什么是心里踏实。被帮助过的人，也可以重新帮助别人。原来福气会绕回来。能不能加一列大字版今日剩余暖面？哼，我来画大字牌。如果福气会绕回来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学会接住它？发烧了，赶紧上楼休息。那我能做什么？煮粥，守着它，这就够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没用先例，只是粥不太像冠军粥。这是你亲手做的，暖的。宋宝珠，朕问你3个问题。宋宝珠，第一问，什么是财？财不只是金子，也是能让一碗面持续端出去的东西。第二问，什么是福？福不是凭空的好运，是有人愿意把被帮过的心再传下去。第三问，什么是人间值得？人间有好吃的面，有会改正的人，也有让我生气的人。我还没想明白，但我还想留在人间。若不能明白守福，就必须回天庭。永远不能随意下凡，那我不能看明月姐姐了吗？规则不是惩罚，是责任。答不上来没关系，接下来的每一天就是答案。那我就一碗一碗学，下一碗答案就从工艺厨房开始。今日平价餐30份，暖面10份，不能乱，不能漏。开张第一天，
不要搞夸张仪式，流程顺就好。凌晨下班，终于有地方吃口热的了。原来手福就是让福气不乱跑。公益厨房是让资源更准确地流向需要的人。面馆故事太慢，孩子才是爆点。要不要再找沈明月谈？他不会答应，但小福星这个点可以另做文章。明月姐姐，有人想把福气装进自己的袋子里。公益厨房刚开张，规则就要迎来第一次考验了。这不是领面，这是偷走别人的热饭。他把别人的热饭拿去换钱，我要让他的券变石头。不能用能力惩罚人，错就按规则处理。免费餐券不能转让，重复领取要暂停资格。反正厨房是做好事儿，多拿几张也没什么。免费不是无底线，你多拿一张，就有人少吃一顿。那我退回来，明天我来做半天志愿服务。好。他明明冒领了，为什么还能有第二次？规则是让人知道错在哪里，也让真正需要的人不被挤掉。规则像碗，碗稳了，福气才不会洒。你终于会用人间话讲道理了。明天开始，愿意用劳动换一碗饭的人，也有地方来了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叫老韩，以前是厨师，店关了，现在越来越不敢上灶了。你会做面，为什么不敢做？被人嫌弃老手艺不值钱，就不敢端出来了。明月姐姐的汤也被人误会过，后来还是发光了。我可以给你施工机会，但规则要说清楚，不因为你困难就模糊安全和制度。行，我听安排。慢慢来，福气不催。有特色，这碗面有家的味道。好久没人说我做的面好吃了。不是所有人需要金子，有些人需要相信自己的机会。沈老板，明天我还能来上灶吗？明天见。面粉20斤，蔬菜。明月姐姐，福气碗少了一角，你为什么拿？我妈临时生病住院，弟弟妹妹还要吃饭，我一时慌了，才拿了食材。你可以申请帮扶，找我说，但不能私自拿公益食材。我怕给店里添麻烦，也怕被人看不起。真正让人失去信任的不是困难，而是用错误方式处理困难。归还成本，补做志愿服务，我帮你走帮扶流程。他确实有难，也愿意改，就要让规则既有力度，也有温度。善良不是没有原则，原则也不是没人人情。帮人不是纵容，救错也是手福。欢迎来吃面，按需点餐，不许浪费。明月福面馆不只是我的店，
是大家一起守的店。你又来抢福气！我不是来抢生意，我的店关停了，部分员工面临失业，想请沈老板帮忙看看，能不能安置几个人，他们不能突然没了去处。他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为什么还要帮他？帮不帮他是一回事，让无辜员工有机会是另一回事。我以前只想着把店开大，最后连员工都没照顾好。宝珠，这件事不能凭气话决定，明天开会。明月姐姐，福气也要给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吗？明天你自己看。你以前偷食谱抢老汤，现在又想来抢什么？我不是来抢生意，员工突然没了工作，想请沈老板给个面试机会。过去那些不当竞争的事呢？以前各凭本事。你让员工替你演假顾客，也叫本事吗？给员工机会可以，但你必须公开说明过去的不当竞争。你要我当众承认？不是为了羞辱你，是为了别再让他们替你背锅。老板，我们愿意重新工作，但也希望您别再把错误推给我们。善意不是忘记对错，是让愿意改的人有路走。他要是又装可怜，我就把账本拿给大家看。今天先听还。我以前急功近利，向沈老板和被我牵连的员工道歉。我以前总觉得店开大就是赢，最后店没守住，员工也差点被我拖下水。面试的事看沈老板安排，我不要求特殊照顾。员工是否论用看能力，梁老板想重新开始，也要从普通岗位做起。面馆不好拿，那就拿他最舍不得的招牌。您是说宝珠？故事的中心从来不是那碗面，是这个孩子。我带了新方案，只需要借宝珠做品牌记忆点。我不是今晚上的图案。宝珠在这里是家人，不是噱头。是不是我走了，你就不会被他们说了？你不是麻烦，我们拿记录说清楚。沈老板材料齐全，配合记录没有问题。面馆不售卖任何招福承诺，账本一直都是公开的。宝珠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家人，不是商品。有些事该说清楚了。瞒得越久，越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。我先说好，我虽然500岁，但我真的没有乱吃你们家米。他是天界小财神，因闯祸下凡历练。那他会不会很快被带走？不管你从哪儿来，就是我们家的孩子。我不是孩子，我是500岁的小财神。既然他有责任，就不能让他为了我们逃避。回天庭也要按时吃饭，不许浪费。那就记住味道，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吃。
宝珠，天庭新的蟠桃宴要开始了。你在怕蟠桃宴？我以前把蟠桃宴搞砸了，要是这次又搞砸怎么办？以前你不怕，是因为不懂珍惜；现在你怕，是因为你在乎。我舍不得面馆，舍不得你们。真正长大，不是永远待在喜欢的人身边，是该承担的时候能站出来。完成最后一颗功德珠后，回去帮忙蟠桃宴。那我明天开始帮100个人。最后一刻不是数量，不是数量是什么？最后一刻是改正你最初的错误。我最初的错误不是吃蟠桃吗？去后厨看看。我那时候把能吃的东西变成了金子。现在呢？不能浪费，也不能乱送。你终于找到了方向，但要把它真正做成一天。明天我要从这一碗汤开始改。这是你自己想的？天庭蟠桃宴当初被我搞砸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。今天我要把面馆每一碗面都看住。您平时吃多少？大份小份都可以选哦。吃不完可以少点，想在家随时说。小掌柜，今天怎么不说吃了有福气了？吃完才有福气，浪费就漏福气，这才对嘛！先按需点，不够再加。亮了，我是不是完成了？懂得珍惜粮食很重要，但你还差最后一步，尊重劳动。你要亲手完成一碗面，知道每一步都不容易。我从头到尾做一碗面，从来没有完成过。愿不愿意？我做。明天你亲手做一碗面，送给当初给你买糖葫芦的老人。明天我不用先例，也不用福气，我用手。它怎么比蟠桃还难对付？面团不是靠命令听话的，要慢慢揉，慢慢醒。原来吃到的一碗面不是凭空出现的。老人吃了会不会笑话我？这是你亲手做的第一碗面，它不用装成最好，它只要真。不能急，不能催，面团教我的。可以了。这碗面条有的粗，有的细，但我没有浪费，也没有用法术。这是我吃过最暖的一碗面。原来不是变金子才是财神，是懂得不浪费才是财神。做得很好，小财神。明月姐姐，我好像要回去了，我不想说再见。
谢谢明月姐姐，给我第一碗人间面，教我不能乱变金子，教我擦桌、揉面、记账、守规则。谢谢爷爷爷奶奶给我一桌热饭。谢谢面馆里的每个人，让我知道，财不是金子，福是有人愿意为你留一碗热面。明月姐姐一定会看到的。吃完再走，不许浪费。明月姐姐，我这次一点都没有浪费。没有浪费，一直都没浪费。明月姐姐，我走了。这一次，我守着。今年的蟠桃终于不会变成黄金桃了吧？蟠桃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显摆的。谁吃多少拿多少，不够再添。小仙童，你能吃完这些吗？如果吃不完，可以先放回干净盘里，等想吃再拿。好。宋宝珠下凡历练圆满完成，你已经懂得财从劳动来，福从真心来。真正的财神不是让金子堆满桌，而是让福气不被浪费。谢陛下。准你定期下凡探望人间亲友。真的？我可以回去看明月姐姐。羞羞可以下凡，但天庭差事不能逃。我现在最懂责任了。明月姐姐，我修布啦，今天吃什么面？还是老规矩，吃多少点多少。我这次一定吃完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吃饱了，我来干活。